玉芝，刚才谢谢你的理解，看来我们的做事理念很一致啊。不胜荣幸啊。你们刚才倒是挺默契的，一唱一和的，只是一上来就开我的人，是不是太狠了点啊？不会啊。要想把我们的品牌走向世界，走进主流珠宝圈子，就必须要改掉抄袭的毛病。是啊，抄袭说好听了叫借鉴和致敬，正是因为这种投机取巧，让很多人他出了1分力就得到了10分名，所以很多人他受不了这个诱惑，这已经成了业内的一种通病，难改。所以一定要有不破不立的决心啊，学长，这一点上你可不如玉芝看得远。我哥主要负责财务嘛，但是这个不破不立说得好，既然旧人已经开除了，我们就要招聘新人，招聘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吧。毕竟团队也是你带嘛。义不容辞，不过还要你把关。以后设计团队方面，我想多做跟国际接轨的创新尝试，都需要你们帮忙。你们聊得挺好，要不我们下班后继续吧？我知道在滨江新开了一家餐厅。晚上回家吃饭吗？你们可以聊聊对以后团队的畅想吗？当然要回家了。我一会儿还约了工匠，可能去不了了。你们就聊吧，我走了。约了工匠，可能是我们制作团队上的一些老师傅们吧。放心，别看了，没有任何的吸引力。回来啦，快点吃饭。你还会做红烧肉啊？我也是第一次做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尝尝。来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不好吃啊？不错。那就好，多吃点。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特别不爱吃肉，可是自从我妈带我去了那儿之后啊，我就酷爱吃红烧肉，每次都能吃一大碗。但是我奶奶就明令禁止我说，你不能吃了，你再吃就变成一大胖子了。但是我妈每次都给我偷偷做。那，你奶奶是不是个很严厉的人啊？我奶奶，她是我们坐镇的老太君。她平常对我们小辈都很严厉，而且她会以一个很高的标准去要求我们。只要我们展现出我们的实力，她就会承认我们。来。
上次的事情我也忘记跟你解释了。你给我打电话突然断掉，是因为高慧的恶作剧。我跟他没什么的，仅仅只是同事关系。我又没有跟你说什么，我知道，你们只是合作的伙伴，你不用那么紧张的，我才没有那么小心眼。只要你解释的，我都相信。好，不说他了。我现在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我女朋友给我做的红烧肉。多吃点。你最近都瘦了，你多吃点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。下班了还不走，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于直不但挂我电话，还关机。我看他不是约了人聊手艺，诚心要躲我吧他。慧慧，你的心思呢，我是知道的。作为学长，我很乐意看到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。真的？但是呢，光靠我一个人的压力是肯定不行的。过于高傲的大小姐脾气，只会把她越推越远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喂，哪位？律师？你说高海委托你来跟我谈离婚？你去告诉那个高海，他有本事自己来跟我谈离婚。好啊，跟我来真的了。那晚上吃什么呀？慧慧，你那个没良心的爸，居然让律师来给我打电话跟我谈离婚。现在后悔啦？昨天晚上让你服个软，怎么都不肯。以前跟你爸爸吵架，都是他主动跟我说对不起，主动服软的。这一回国，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妈，你放心，爸他不会的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心软好说话。爸他放不下我们这个家，也放不下他的事业的。可是这次不一样，你爸爸是铁了心要离婚。你说可怎么办呀？妈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爸我太了解了，他心肠根本硬不起来。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我们先冷处理2天啊。我饿了，我先去叫点吃的。妈，你不是跟我说，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好状态的吗？你现在垂头丧气的样子，爸爸回来了还怎么回心转意啊？没事的啊。下午工作室装好之后，我画了这些手稿，特别先拿来给你过目一下。这条项链，我用了桃花做元素，加入了西式的镶嵌工艺，
很适合日常佩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我们那天喝酒之后，你来了灵感了。你胡说什么啊？给我。好啦，我能看出来，你在西式镶嵌工艺上加入了东方元素，又在东方元素上做了大胆的设计，很别出心裁啊。如果投放到市场的话，效果应该还不错。那你觉得奶奶会喜欢这种风格吗？奶奶？奶奶平常都偏爱素净的饰品，她对镶嵌类的珠宝不是特别感兴趣的。不过你的作品东方元素居多，我想她应该会注意到的。真的啊？那就太好了。不对呀，我怎么感觉你像在套我的话呢？难道你在为结婚以后讨好奶奶而打主意，是不是这样？想什么呀你？我只是觉得瑞华是一家很不错的企业，掌舵人的品味眼光自然精准老道。如果奶奶都能喜欢，那就是对我设计的肯定了。你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肯定，你在我心中就是最棒的。我又投了好几家不同的公司，其中包括瑞华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家有回应。或许我真的难以在这个行业立足了。我可以先安排你在行业周边工作，等时机成熟了，你一定会有更好的机会的。那就瑞华镶嵌组啊。我说这番话呀，不是想让你帮我开这个后门，只是如果有一天瑞华真的能录取我的话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求职者。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机会。好啦，反正你做什么决定呢，我都同意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你累的时候，你后面还有我。你小子不按常理出牌啊！是你太规矩了，你说我们比赛，可又没说用什么方式啊。以前你也路子我挺鄙视你的，但这次解决 K 金供应商的事儿，还好你没走寻常路，才让木嘴在奶奶面前栽了跟头。唉，所以说我们是黄金组合嘛，你负责高大上，我来对付下三滥。黄金组合怎么能没有我呢？这是前2天跟我们秀攀岩技术，今天来跟我们跑步来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于是，慧想比你就和他比一比。你又要做裁判？来吧。好，来吧。
听我的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去那儿歇会儿吧。哎，没事儿。要是遇到挫折就放弃，就不是我高慧了。玉芝，我觉得你也是一男二上的人，这一点我们是同一类人，你觉得呢？其实吧，我觉得有稍许不同。我知道知难而退，也知道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乐，所以就不要过于纠结了。确实，那我们就不比了，我们一会儿去玩点什么，才不辜负今天的好天气啊！啥？及时行乐嘛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既然跑步这项运动不太适合我呢，那我们就换一项运动。上次打台球啊，还有攀岩啊，都输给你了。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强劲的对手。既然你们喜欢的运动都这么一样，看来你们还挺有缘分的啊。明明是你们比较有缘分嘛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们在海外茫茫人海中相识，回来又能做合作伙伴，你的概率比较小嘛。怎么扯到我身上了？是，我跟慧慧在国外认识是小概率事件，但你们通过我认识，岂不是极小概率事件吗？所以，你们的缘分更妙。依我看啊，高慧是真的喜欢你。一个姑娘投你所好，几次三番吃闭门羹，你也不怜香惜玉。可是她不适合我呀，我鉴于我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，所以啊，我既不想让她生气，也不想让她对我抱有幻想。哎，你就这么笃定她不适合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高慧的价值是高洁永远比不上的。你忍了这么多年，进了瑞华，高慧是你对付穆子云的利器，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利弊我自会权衡的，可是感情这种事情，不是理智可以控制得了啊。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是忙着恋爱重要，还是帮你妈讨回公道重要？来啦，品珍。老姐，还好你没事儿。我回了趟老家，没想到你家发生这么多事儿，我都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好自责呀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哇，你在哪儿找的房子啊？你住的地方可以啊？你怎么找到的？哇，这是我朋友的家，我也只是暂住在这里啊。朋友？你哪个朋友啊？我认不认识啊？哦，男的女的？不行不行，我得见你这个朋友，看能不能放心让你在这儿住。好啦，我知道你是最爱我、最关心我的人。对了，我有个亲戚在珠宝公司上班的事，你可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到底跟你有多大仇啊？我不过是推了张会员卡，免费用了1个月攀岩会员，你至于跟到这儿来吗？哎，你不会是跟踪狂吧你？你才是跟踪狂，你全家都跟踪狂。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高洁，你说那个朋友不会是严凯吧？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同意你跟严凯这个猥琐男共处一室。走，我们走。你说谁猥琐男？说你说谁猥琐误会男？啦，品珍。我是进错家门了吗？
你再想想看，你缺什么日用品？一会儿去看看。嗯。喂，你好，是九子玲小姐是吗？对，我是。哦，我是瑞华人事部的，请问您是否在58同城上投了简历，应聘瑞华珠宝设计师呢？对。啊，恭喜您通过了简历的筛选，我们邀请您参加明天的面试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会把时间和地址发送到您手机上，请注意查收。嗯，谢谢你。给谁打电话了？你干嘛偷听我呀？让我看看是什么好消息让你这么开心。又想胡说八道。反正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先让我保留一点小秘密。好，反正对你来说是好消息就好了。玉芝，我会凭自己的实力进瑞华的。到那天，希望你也能像之前说的那样，不阻止，不反对。妈，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啊？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不打算去了吗？你爸的画展，我才不去呢。他不是要离婚吗？让他离好了。你呀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说不在意，那你这是在干嘛呢？还不是在想爸爸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他离开我这个艺术家的门面还能撑多久？一直以来你是最支持爸爸事业的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圈里圈外都说是因为家有贤妻。今天肯定会有很多老朋友去的，你说你不出席，别人怎么想啊？别人怎么想？我才不在乎呢。我在乎，妈。从小到大，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有个完美的家庭。你忍心让我没有爸爸吗？是你爸自己要走的，我又没赶他出去。哎呀，不会的，爸一直都最听你的了，他也最疼我这个女儿。只要你给他一个台阶下，他绝对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。哎呀，妈，你就听我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们这个家要是散了，还不是趁着他高洁的心啊？妈，你不会做这种傻事的，对不对？我啊，都被你爸气晕头了。那你就赶紧收拾收拾，美美的跟我去画展。至于爸爸那边，我跟你保证，今天一定让他跟你和好，好不好？走了走了。恭喜恭喜啊！大家，第一次回国办展就取得这么大的反响，了不起呀！哪里，还不是多亏您和其他圈内朋友的捧场啊！哎呦，我们能帮什么忙啊？还不是您太太鼎力支持啊！我记得她上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特地介绍过你这次画展。哎，今天太太和女儿呢？
说曹操。哎，吴老师，今天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吴老师，请问你今天心情如何？吴老师，今天那个画展办得如此顺利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高兄啊，有这么优秀的太太跟女儿，真是福气啊！看到没？他们家3口可真好啊，好幸运啊，真令人羡慕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那么你们先聊啊。我知道，潘家的事情是我太冲动了，可是发生了这些事情，我也万万没想到。我都是因为怕失去你，怕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散了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这都过去好几天了，你气也气够了，开幕会结束以后，你就回家吧。爸，阿东主动求和了，就别生气了啊。你妈妈做事太狠了，太绝了。她对潘家的伤害，是一句道歉就能一笔勾销的吗？我是铁了心要离婚的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要不是因为慧慧，我才不来这个画展呢。妈，装什么模范夫妻？不过说句公道话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！我不求回报，就求我们一家3口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难道我有错吗？爸，妈对我们家的贡献，我是很感激的。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不会忘恩负义，不会忘了妈妈这么多年对我们家的付出。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么个女儿，就别再说气话了。高洁是不会再理你了。你还想失去我这个女儿吗？高矮先生，宣布开诊的时间到了，您和夫人请一步。是我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去剪彩，还是你一个人向公众宣布，从此以后和我、和妈妈形同陌路？你想清楚了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好吃，有人点啊？辣死！辣死你！哇，你们都吃上了，还不是他诱惑我？有本事你别吃啊！我没本事。哎，你俩干嘛去了？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们买吃的去了吗？买吃的买那么久，谁知道你俩干嘛去了？是吧？就是啊。
我先去做饭了。我去帮他。待会儿要吃火锅啊？谁啊？国际知名珠宝设计师吴小慈的丈夫，著名油画家高海先生所举办的画展于今日正式开幕。吴小慈及女儿高慧惊艳现身，一家3口幸福羡煞旁人。我觉得今天的画展办得非常的精彩，我很幸运有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丈夫，更幸运的是他给了我一个优秀的女儿高慧，她完全遗传了我们2个人的艺术才华，现在已经是一个新锐的珠宝设计师。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她一定会超越我们2个。非常感谢吴老师的发言，你们一家3口真的令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羡慕。那么来，请3位看一下这里，我们拍一下合照。高海，你还是离不开他们母女俩。好了，来吃饭吧。吃饭喽！来，我家很久都没有聚这么多人一起吃饭了，喝一个吧。干杯！高姐，你最近工作有着落吗？之前面试了好几家都被拒绝了，因为那件事的影响，恐怕现在都没有一家珠宝公司敢录用我了。哇，能被全行业封杀，你也够厉害的。这还堵不住你的嘴？干嘛呀你？别在意啊，他说话就这样。没关系，明天还有一家约了我去面试，希望这次能够成功。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来，多吃点。高姐，你不是有个亲戚在珠宝公司上班吗？你怎么不找他帮忙啊？没有，我那个亲戚只是从事相关行业罢了，你记错了吧？我记错了。什么亲戚啊？是远房的亲戚，外公去世之后都不怎么联系了。镶嵌组新来的那个首席设计师高慧，第一天入职就开除了1个人。这跟于总比起来啊，还是差了点儿。想当年他刚进公司那会儿啊，第1周就把整个部门的人开除了1半，简直恐怖。于总，高设计师。于总，高设计师。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？真辛苦。慢慢吃啊。笑什么？我猜他们看到你这么恐怖的笑容，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。哎，我开除人的时候你还反对，没想到你拿自己不得力的下属开刀，比我厉害多了啊！我当年进公司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业绩来证明自己，然后面对一群心怀鬼胎的下属，不用点特殊手段，怎么能立得住？你不一样啊，你是带着光环进来的，所以当务之急，你得得民心。哎，你作为林董事长的孙子进入公司，这还不是带着光环啊？你没办法做一个虚伪的老好人，就该知道我也做不到。目标明确，做事直接，这才是你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伯父不是画展开幕吗？你怎么这么晚还会来公司啊？别人都觉得我自带光环，但是我付出的努力一点都不比别人少。慧心是我第1次做自己的品牌，绝对不能有任何差池。你呢？这么晚还来查账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你都打算大干一场了，我肯定得做好准备啊。明天面试的人，简历有你看得上的吗？这次你可是要挑你自己的下属，必须得你喜欢才行。你说的啊，选谁不选谁都听我的。当然。下一位。
高姐，瞒着我来瑞华面试，是想靠自己的实力应聘成功吗？高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欢迎你吗？我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也做了反省。毕竟比赛不是最重要的，设计本身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东西。同样的，对于贵公司而言，一个设计师的过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将来可以有能力为公司贡献什么。我刚开除了一个设计师，因为他有抄袭行为。任何人的污点都是抹不掉的。董事长，继续吧。可以请下一位面试者了。我还没有展示作品呢。哦，高小姐，你刚才的阐述跟我们瑞华镶嵌组的理念不合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展示作品的必要。设计师说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拿出作品来说话。既然是招聘，就让设计师要有一个展示的空间。把你的作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这是我的最新作品《暗香》。它不仅借鉴了中国古典设计风韵，还加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繁复设计，表达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寓意。这么过时的概念，选材上还夹杂了黄金，飞扬不土的，你卖给谁呀？梅开五瓣，象征了快乐、幸福、长寿、顺利、和平，是永不过时的。至于黄金，本来并没有年龄属性，是设计者自己的局限，导致认知上的狭隘。我用夹镶工艺加入了黄金元素，让整件作品的色彩饱和度更高，同时还凸显了宝石的光彩。你讲到家乡，家乡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夹镶啊，要想做好，首先要对光线有感情。对光线有感情。夹镶其实就是最大化的，让宝石和光线结合，散发出美感。想要把夹镶做好，最重要的是要对光线有感情。既然你对黄金这么感兴趣，不如去塑金组求职，更能发挥你的优势哦。我的目标不仅仅是想做金饰，而是想让中国风的传统珠宝焕发出青春的活力。相比之下，我觉得镶嵌组更适合我，我更想挑战一下自己。镶嵌组年轻人多，有朝气，也有创新。我倒是非常期待镶嵌组能够把老式的东西做出一点新的感觉，让年轻人满意。你们觉得呢？董事长，我觉得这样吧，高姐，赵司令是吧？你先回去吧，当我们同志。谢谢。我原来想把这个平安扣啊送给外孙女的，可惜不小心摔碎了。现在经你这么一设计啊，小丫头肯定更加喜欢了。谢谢你啊，你喜欢就好。喜欢的，喜欢的。来。哎呦，谢谢。不要客气。哎，你看呀，画的老好的。您有需要吗？你的水平这么好，为什么在这儿摆地摊？我是来这里找灵感的。昨天那位阿姨看到我画设计稿，就问我能不能帮她想办法修补一下坏了的首饰。我还听了她买平安扣的故事，觉得很有人情味，就想帮帮她。话说回来，摆地摊这个提议不错呀。这公园里的人形形色色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，我还可以根据他们的故事来定制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珠宝首饰。凭你这个水平，去任何一家公司应聘，都有可能被录取的。
正好，我打算去瑞华面试。谢谢您的肯定，林董事长。你很坦率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不会因为几句话受到影响。也是因为如此，我才希望进入瑞华。林董事长应该听说过，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上，有位设计师害评委发生意外的消息，那位设计师就是我。再多的辩解也是无力的，我需要一个公正的机会，用设计师的实力来说话。瑞华一直坚持的是用珠宝镶嵌真情，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作品。如果你进入面试的话，我会来看你的作品的。你们瑞华怎么回事啊？像高杰这样的人也能被喊来面试？关键是你们的董事长居然觉得他很不错。董事长看人一般都很准的。高杰在比赛中也算是一匹黑马。镶嵌组招人本来就是配合彗星系列的，还是应该多听听高慧的嘛。输不起就推搡评委，这样的人招进来我可管不了。传出去还以为是我高慧黑白不分，什么人都敢要呢。怎么，你好像很在意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好吗？怎么，我们的设计师冠军容不下他，连招进来都不行吗？好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玉，他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面试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，现在又是话里有话的样子。他以前都是肯定我的想法的，这次怎么很不一样啊？照道理说，奶奶不会干预我们各个部门的招人。你刚才说她很肯定高杰，对啊。穆总，镶嵌组不是在招收新的设计师吗？高设计师，你这么气冲冲的是干什么呀？招聘会结束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撞了人，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，这满地的文件，你看不见吗？穆总，对不起。站住！我说过让你走。你这刚刚进瑞华，态度就这么傲慢，对我都这样，那你对下属不是更蛮横无理了吗？我已经道过歉了，穆总没必要上纲上线吧？我管理瑞华这么多年，哪个下属是真心，哪个是假意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高慧，你这大小姐的脾气该收敛收敛，别待会儿风风光光的进了瑞华，到时候什么设计都做不出来，又灰头土脸的走，那多遗憾。穆总的教导我听进去了。那么，请问穆总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希望你是真的听进去了。如果你没听进去的话，我倒是有好多时间可以给你慢慢上课。可以走了。谢谢穆总。我倒想看看你能把彗星做成个什么样子。
回来了。累了吧？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不声不响的跑去瑞华面试，也没有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，确实是我不对。但是，好了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有能力就上，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？生我的气没关系，可是不要惩罚那些一直等你回家的无辜食物。好了，我自罚一杯，向你赔罪。你不要以为喝酒就能了事，你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吗？我只是想和你同一家公司，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每天都可以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每天都可以见到你啦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去面试？我只是不想你为难嘛。现在你这个位置那么敏感，不能为任何人徇私。如果能得到其他人，甚至是董事长的认可，那进瑞华就顺其自然了。那看来你成功了，因为你得到奶奶的认可了。什么？虽然奶奶能给出建议，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我们镶嵌组。我只能正式的通知你，对不起。你是在拒绝我？你就这么想进瑞华吗？我已经给很多公司投过简历，全都没有回音，只有瑞华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而且你说过，董事长看人很有眼光，也不会偏听偏信，所以很有可能这次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可是看来我还是失败了。你被录取了？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了？你还说你上班是为了跟我一起，明明是为了当设计师。早知道是这么无聊的理由，我就不录取你了。那就以肉还债，想吃多少都可以。来，多吃点。可我还是喜欢吃你。就是喜欢开这些无聊的玩笑。哎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啊？你还用求我吗？什么事儿说吧。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先告诉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哎。你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。不跟你说。什么关系嘛？啊？知道吗？说呀。我的珠宝首饰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我不问你，我问谁啊？老夫老妻深更半夜聊什么首饰啊？走，谈谈私房话。哎呀，行了你，这么醉醺醺的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我的珠宝首饰卖了，拿去澳门赌钱了？是不是啊？
装糊涂是吧？你不说行，我报警。报什么警啊？就那么点破首饰，还用得着报警？我拿去换钱了，怎么了？真是你啊！是我怎么了？天天宝贝你那些破首饰，我还以为多值钱呢，结果呢，塞牙缝都不够。无耻！是，我无耻，我混蛋。可只有混蛋的我，才能配得上无耻的你。当初你诬陷我儿子扔的那批红宝石，这件事情的封口费多少钱啊？你那些首饰才值多少钱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少还要再给我20万。当年那批红宝石，那是谁拿出去卖的？啊？你是个好父亲吗？你是不是啊？我当时是不知者无罪，而你呢？你根本就是存心故意。我跟阿直毕竟还是父子，我们都姓于，是一家人。你呢？不过是件衣裳，刚买的时候好看，多穿穿。现在旧了，还有一股子酸臭味儿。你嫌弃我？可以，我们可以一拍两散。不过，我也得问问，是谁当年害得公司资金断了？要不要替你这个好儿子去问问，妈愿不愿留你这个人在家里待着？你敢？我怎么不敢呀？你放手！啊！啊！看。子云啊，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？也好，尝尝我的新茶。好啊。没事儿。这个混账！子云，这种日子有什么好过的啊？离婚吧！我有几个律师朋友，离婚以后的这些权益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其实，你不用活得这么辛苦的。你知道我的，我过不了平淡的日子。现在，我有你这个茶室，可以随时来坐一坐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，已经很满足。谢谢。子云，只要你想来，我永远都在。老板，有位姓高的小姐到。是高姐，去。表姨，啊，来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，疼不疼啊？
要不要用冰敷一下？我去拿冰块啊。没事没事，不疼。这种人，你怎么还能忍着跟他过日子呢？有些事情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机会，让他向我动手。倒是你，你为什么不听劝呢？非要往那个瑞华火坑里边跳。我让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你怎么都不听大人的话？我知道你为我考虑，可是，眼下我要继续当设计师，瑞华是最好的选择，而且，高慧也在瑞华。上次比赛我已经输给了他，我不甘心。如今回到同一赛道，即便起点远远落后，也不等同于没有机会啊。你只身进瑞华，那就等于是以卵击石。他们吴小慈这母女俩的这手段，你不是没有经历过啊，你也是看到的。你这么进去，你想想，你会是什么样的处境？想过，既然我已经选择走这条路了，后面遇到的挫折和磨难，我都已经有心理准备。我是担心你，如果一步走错的话，你就步步都会错。商场如战场，步步都是危机。我真的不忍心看你搅进这趟浑水。谢谢表姨，处处为我着想。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可能永远躲在你的羽翼之下，总要自己去面对人生，无论是好是坏，也是成长的代价呀。长大了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你性子还是那么倔。如果你进了镶嵌组，以后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跟我商量，听见了没？好。妈，我都快气死了！什么事儿啊？高洁居然被瑞华录取了，怎么可能？不知道他施了什么迷魂术，居然搞定了林雪。那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只能让他留在镶嵌组了。妈，你说气不气人啊？这个人怎么碰上了甩都甩不开啊！你不是说高洁已经到了镶嵌组了吗？那不成了你的手下了？对啊，我一想到以后我每一天都要看到他那张脸，我哪还有心情上班啊？我都不想去瑞华了。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于芷，但也抵不过高洁带给我的坏心情。都跟你说了，高洁是你的手下啦，还不高高兴兴的去上班？对啊，我都气糊涂了。既然他已经落到我手上，那我一定要给他好看。那妈，我去上班了，走吧。奶奶，您最喜欢的龙井。无事不献殷勤，有什么事儿直说。奶奶，我觉得录用高洁是一件非常冒险的行为。一来，高洁现在已经被整个珠宝行业内的人排挤，我们没有必要为一个有污点的设计师买单。二来，您应该感觉得到，高慧不喜欢高洁。我们刚刚打点好和吴小四的关系，和高慧合作，何必让她在镶嵌组不愉快呢？怎么，一个小小的高慧，就把你们镇住了？奶奶，您的意思是？于毅啊，你跟慈恋合作非常成功，可是你在看人方面，还要有更大的格局。你知道，我不希望你只是管好镶嵌组。奶奶，
我知道您对我寄予厚望，您放心，我不只是为了高慧，更是为了整个瑞华。毕竟，现在高洁受到整个业内的质疑啊。你从根本上就错了。我们和慈恋的合作，那是要把他占为我们己用，而不是让他一个人独大，更不是让他牵着你们的鼻子走。你没看那个叶强生已经听他的了吗？要再不接一个竞争对手，我估计你们兄弟俩以后都使唤不动他了。奶奶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奶奶，现在高慧已经在《王者之心》的系列上设计了全新套系，我想在年轻人多的商场落地，开几家新的店，这样可以扩大相见组的销售网络。那可是需要一笔不小的数目啊！目前慧心系列成熟的作品就是获奖的《王者之心》，其他的样品还没有出来。你总得让我看见样品出来之后，才决定是不是要投资你们镶嵌组吧。奶奶放心，很快能让您看到。加油！高洁，居总，听说你现在在瑞华上班呢？嗯，恭喜你，瑞华是国内很有名的珠宝企业，对你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居总，关于我比赛中途蜡板断裂的事，公司调查过吗？我怀疑是当天配合我的几位工艺师中的一位。重点你怀疑的是凡斯内部的员工，但你现在已经不是凡斯的员工了。你让我帮着一个外人去对付自己的员工，对公司的形象是有损害的。除非你有东西跟我做交换。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交换的。我看了瑞华这家公司，我很感兴趣。如果你可以帮我的话，上面有我的电话。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高慧入驻瑞华以后，相信会很快推出新的产品。我呢，也只是想提前了解凡斯的竞品情况。我可以帮你调查清楚比赛的情况，但你必须拿出有价值的东西跟我做交换。你觉得呢？我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你先不要着急拒绝我，你好好想想，然后再联系我。咱们公司呢有一条铁的规定，董事长吩咐了，但凡是瑞华的设计，都必须铭刻真情，这个不能弄虚作假。谢谢叶总监的提醒，这也是我做设计的原则。这里呢，就是咱们的镶嵌组了，在座的各位以后都是你的同事，我呢就不一一介绍了，我先带你去见见咱们的首席设计师吧。嗯，好。我看你们都是不想干了。外面想跟我高慧合作的厂家多的是，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能力不足还废话多的人。人事部都是干什么吃的？招的都是些废物。高小姐，高洁新人过来报道了。高设计师，你好。
高设计师今天工作繁忙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以后都是同一个部门，还有很多切磋的机会。现在整个镶嵌组都在配合我做彗星系列，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同事关系，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我们不会有机会切磋的，你只要听我指导就行了。在镶嵌组里，你是首席设计师，但是在消费者的眼里，他们只会为好的设计买单，而不会因为上下级的关系影响他们的判断。很好，我拭目以待。叶总监，哎，我们瑞华应该有全套新人培训流程吧？有。我希望下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能派上点用场，而不是只会耍嘴皮子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走吧。一看你就是新人，没有经验，做人要低调，哪有上班第一天就得罪领导的？我看呀，以后你这日子是没法混了。叶总监，我应该坐哪里？跟我来。我看这个位置挺适合你，低调又隐蔽，省得呀高小姐看你不顺眼。好。你之前的简历呢，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既然进到了我们瑞华，那就要努力的提高自己，争取赶上大家。我们镶嵌组是喜欢有狼性的设计师，只有最顶尖的人才才有资格留在我的团队。你看看大家，现在都很忙，没有时间管你。你呢，先做一些简单的入门工作好了。这些材料呢，是咱们公司这么多年来的草稿和设计。有一些呢都没有用了，你整理一下，把有用的和没用的都区分开，回头我检查。好。大家注意一下，5分钟后会议室开会讨论一下最新一批设计的注意事项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高姐，这个会议呢，你先不用参加了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材料，先把那些资料整理一下，啊。哦。哎，玉芝，你回来正好。哎，你赶紧去一次工厂。高慧的作品他一直不出东西，他打电话把厂长骂了一顿，现在工厂随时可能罢工。你去处理一下，顺便看看为什么延期。他怎么跟个炮仗似的？我觉得我们像灭火器，他跑到哪儿我们灭到哪儿。灭火器？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消防车了。哎，你怎么想的？让高洁进镶嵌组，你明知道高慧跟他不对付，这样好了，都不用3个女人了，就他们俩都够唱一出大戏了。高洁的设计能力不也是在那儿？奶奶也承认了，进我们镶嵌组不是一员大将吗？现在跟高慧的合作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。你觉得他知道了你们的关系，他会怎么做？这个你放心啊，完全不会知道。我们家那位已经说了，我们约好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我准备搞一个地下恋情。小伙子，你这是在玩火啊！全世界最难隐藏的就是感情，你别忘了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。再说了，以高慧对你的了解，你说不定一个眼神就出卖了你们的关系。哎呀，我一定会注意的啊！行了，你还真是我哥，为了我这个弟弟操碎了心。行了，我灭火去了。嘿，全心全意要摆平穆子云的是你，埋怨拿感情当筹码的也是你，去安抚高慧的是我。小子，我骗你！
会入驻瑞华以后，相信会很快推出新的产品。我呢，也只是想提前了解凡斯的竞品情况。我可以帮你调查清楚比赛的情况，但你必须拿出有价值的东西跟我做交换。你们自己看看，这就是堂堂瑞华珠宝设计师的作品吗？前年法国珠宝展的东西抄都抄不到精髓。这是谁的？这么过时的东西拿来当夏季新品，不怕被人笑话死吗？这个设计确实……这不叫设计，这是儿戏。再这么混吃等死下去，我看镶嵌组解散得了。是，您说的对，但是这队伍也得慢慢磨合。镶嵌组不是9年义务教育，没必要包教包会。必须选出真正做设计的和滥竽充数的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决定进行一次设计甄选，即刻开始，3日后交稿。获胜的作品呢，可以作为夏季新品首发。获胜者可以和我一起共同研究夏季新品。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不是说让你先整理资料吗？已经整理完了。那么多资料，这么快？我已经把资料进行了粗筛，然后再用 Xmind 做思维导图，这样就可以免去大家很多无谓翻找的时间，直接按图搜索，需要什么材料很快就能找到。干得不错。那我现在可以参会了。去吧。会议的主要内容我已经说完了，你们有功夫有时间去研究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。那个，我说2句啊，高姐，这次呢，你资料整理得非常好，接下来呀，再辛苦你跑一趟工厂。现在工厂打样的是咱们慧心女王系列的第1套产品，非常重要，你去监督一下现场。毕竟这落实设计投产也是设计师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你要认真对待，千万不能出错。好。大家散了，散会。不是说来了个新的设计师吗？怎么是个打杂的？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之前设计师大赛冲上评委那个，算是我们首席设计师的手下败将吧。是别的办法，不行就把这个地方再封了。对。有其他办法再试试。您好，我是镶嵌组新来的设计师高洁。高洁，设计师不是叫高慧吗？这到底谁设计的呀？设计师是高慧，我来这里是了解一下工厂的打样进度。这不是你设计的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打听进度就是催工期呗。我说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是不是特别闲？每天就知道催。你觉得容易你自己做呗。别误会，我是刚来报道，想学习一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师傅，我试过好几次了，这步骤绝对没问题，是这图有问题，怎么制版啊？抽真空没漏气泡吧？绝对不可能。再试试别的办法。这次工期延后了，我也很着急啊，师傅们的压力也很大。哎，不是我找借口，我觉得这一次图纸设计真的是有点问题。就连最有经验的王师傅也跟我说了几次了，说这图纸设计的不合理，太过复杂，没法制版啊。图纸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向公司反映呢？反映了，公司新来那个首席设计师高慧，人心高气傲，我没说几句呢就给我骂了一顿。
骂我不要紧的，师傅没积极性啊，都不肯做，那我怎么办呀？这样吧，你先带我去工厂看一看。好。啊。看出什么来了？主钻的旁边有些沙眼。一些沙眼，这可是很多沙眼。这要是密集恐惧症啊，连看都不敢看。工期都已经这么赶了，你看这图画的，天马行空嘛，这怎么做呀？所以公司派我来协助您，我不是来催工期的，而是跟您一起想办法，看看怎么解决眼下的问题。还说不是催工期，得，又来个不懂行的。不是，王师傅，收起你的臭脾气。这是公司小于总，过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。确实，这枚戒指呢，跟普通的戒指不一样，有一些繁琐。可是厂长也说了，您是我们工厂里资历最深的老师傅，这区区一点的创意就会难倒你吗？你说的真容易啊，那你自己做一个我看看呗。要不然，让我来试试吧。我是新来的设计师，手艺自然比不上师傅们。可是如果我能做出来，相信经验老道的师傅们肯定做得更好。小姑娘，你这口气可真不小。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儿，你要是能做出一个成模来，我们保证赶上工期。师傅，说话算话。算话。亲爱的菠菜大大，我已就位，靠窗最里面那桌，坐等您来翻牌。希望是个美女。约的就是这个位子。不会是他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堵车了。还真是他呀！哎，真把自己不当外人了？我让你做了吗？反正你这边又没人。哎，你今天来是想干嘛呀？我当然是和女神约会了。你该哪去，别让女神误会咱俩。这有什么可误会的呀？人家女神才看不上你呢。人家女神可是颜值与才情兼并，可软萌可风情的文学女神。你再看看你。懒笨馋凶矮胖圆，就你这形象，你出门照镜子吗？我形象超正的好吧？切！啊，你介绍介绍你女神呗，什么来历？著名网络作家菠菜大大，新闻遇到36个帅哥，听过没？超级火！我女神快来了，你赶紧一边去，别耽误我成为女神第37个帅哥啊！喂。抱歉。以后出门啊，千万别说认识我。你赶快给我坐远点，别给我和女神捣乱。你，师傅。几乎看不到沙眼，还有这个背面看不到的地方也很精细。
真有两下子。瑞华的设计师里，我还没见过几个像你这样懂工艺的。我外公是金银细工工匠，从小我就看着他做，对这些特别有兴趣。汪公，我们的设计师已经做出来了，还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。那是自然。啊，对了，你叫高杰，这样，你就在工厂帮我师傅们，直到样品完成吧。是，小于总。喂，喂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镶嵌组又派了个小姑娘过来盯着，还挺厉害的，这事儿不太好弄啊。你就按我说的做，小心点儿，不要让他发现了。行，放心吧。嗯。